妹给我当媳妇儿了，再不开门，我老子不客气！原来我才是豪农林家真千金。18年前被自己家的保姆和司机调换，现在居然还想卖我！拿车灯来！我给我干开！那就别怪我。竟然让他逃了！他欠我的出得了还吗？今天我终于回到了我的亲生家庭，无论等着我的是什么，我都不会放弃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好孩子，你受苦了，既然现在已经回来了，爸妈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快过来，这是明珠，以后就是你妹妹了。依依姐姐好。明珠跟你打招呼呢，你怎么这么冷漠？闭嘴！这是你亲妹妹，她也配？我可没有这么穷酸的妹妹。哥，别说了，对不起，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这个是妈妈在我15岁过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项链，是我最珍惜的东西，我把它还给你。这个是爸爸在我得绘画比赛第1名的时候送我的手表，我也还给你。我这就去收拾房间，我会很快搬出去的，不会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明珠，你不用这样。我们2个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看谁要赶你走。哥哥，你不能这么对小依姐姐，她已经很可怜了，是我霸占了她的人生。我告诉你，我只认明珠这一个妹妹，你休想欺负她，你也别想抢走她任何东西。闭嘴！爸知道你心里委屈，你要是不喜欢，等过2年明珠成年了，我们再做打算，好不好？过2年成年，我觉得不对。你有完没完？明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林明珠是吧？你今年多大？16，才16。他呢？你哥快18了。我也18。所以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那个刚出生就跟我调换的人，不应该是……什么？我？你胡说什么？是你搞错年龄了吧？我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但哥哥和妹妹好像还没做。张管家，带他们去。爸，那不可能！林一他来历不明，说不定就是受了什么人指使，你们可别被他蒙骗了。现在来历不明的人好像不是我吧？爸妈，你们别听他好了，无论是什么结果，你们啊都是我林家的孩子，做个亲子鉴定，我们心里也踏实。
所以我没有抢走小易姐姐的人生，对吗？我被换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这些东西我都用过了，你如果喜欢的话，再让爸妈给你买，咱们家不差钱，再买啊！感情这个刚刚装可怜的妹妹，只是个傻白甜。那刚才那一出，又是谁教她的呢？小叶，爸妈明天带你去上户口，给你换一个好名字。没有你们的这18年，我一直在做我自己的太阳。我想，也许明阳这个名字更适合我。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哥哥他就叫明阳。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家一直在年轻。爸妈，我考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我求求你们让我去报到吧。家里哪来的钱呀？你要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会给你想办法的。只不过李家让你照样有个名字，顶替我的身份，享受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会让他们一个一个物归原主。小姐，这个就是太太为您准备的房间，和明珠小姐的一样，公主房。小叶哪里不满意，可以跟爸爸说，爸爸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妈妈准备的很完美，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只是我才刚刚回家，想先看看其他的房间。明珠啊，你可长点心吧。那个林烨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他肯定要抢你房间。可是他真的很可怜，爸妈肯定会心疼他的。你是家里的宝贝，爸爸妈妈向来都是惯着你。他回来了以后，爸妈的爱你都要分给他一半，你愿意吗？可是我能怎么办呀？你让着他，就是把爸妈让给他。等会儿啊，他一进你房间你就哭。这个房间，哎，小依来，姐姐，你怎么一回来就来吵我的房间啊？林家那么多房间你都不选，我看你就是讨厌我。可是你这18年过得不好，又不是我的错。行了，你别哭了，小依啊，你过去受的那些苦啊，爸妈会补偿你的，你可千万不要跟明珠抢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和明珠抢了？我是想夸妹妹很擅长装扮房间。除了你妹妹的房间，你看中任何房间，我们今天就让下人收拾出来。是吗？是啊，正好。那个房间我就很满意。那他妈是我房间。这么贵的望远镜，我只在书里见过。林烨，你别太过分了，林家这么多房间，你非得跟我们两个兄妹抢吗？我只是觉得这个房间看上去挺不错的，尤其还有这么多窗户。以前在养父养母家，我房间里的窗户永远锁着，他们晚上还不允许我出门。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虽然让我过得猪狗不如，但至少关心我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只是把这个林家偷回来的女儿给逃跑了。爸爸妈妈知道你以前过得很苦，可是你看啊，明阳呢，他这么骄傲的男孩子，要是他的房间突然被别人夺走了，你说他得多伤心呐！你就
体谅体谅哥哥，好不好啊？妈，过这18年猪狗不如的日子，是我活该吗？在你心里，我的命就比林明阳贱，对吗？明阳，你马上搬出去。妈，你是哥哥，要多担待，这点小事要跟妹妹计较吗？林家看似对林明珠宠爱，可显然林明阳才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可惜，这个继承人似乎不太让人满意。林国栋，你真的要把这一切给这个鸠占鹊巢的养子吗？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我很满意。老爷，医院加急做的鉴定结果出来了，明珠小姐确实是您和夫人亲生的。明阳少爷他……妈，这怎么可能？你一定是搞错了。我好难受。明阳，喘不过气。明阳，明阳，你别吓妈呀！你怎么了？明阳，来，慢点。爸，妈，对不起。这18年，我占了不属于我的位置，我实在无颜面对你们。傻孩子，李家做错了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说什么占不占的，你就是林家的儿子啊！小叶，对不起，我之前不该对你说那些话。如果我出生时有得选，我一定不会抢走属于你的人生。可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哥哥，加倍弥补你吃过的苦。只是在选房间的时候，你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好害怕。你们是我唯一的家人，只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当你们的儿子。傻孩子，你是王医生带大的，谁要是敢说你不是林家的儿子，我第一个不答应。妈，如果外面的人知道了我不是林家亲生儿子，他们会说我配不上林家，他们骂我都没关系，我就是怕这些话传进了你们耳朵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小姨，明阳这孩子心气儿高，这件事情说出去了，对谁都不好。我们留下明阳，以后你跟明珠出嫁了，也好有个哥哥给你们撑腰。妹妹，过去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以后我一定做个好哥哥，加倍弥补你吃过的苦。你能装可怜，我能当不明白。我没意见，既然哥哥不想让大家知道，那就不公开好了。这才是懂事的孩子。只是我这样不明不白的住进来，外人会怎么猜测呢？劲爆消息，李毅被富豪临时总裁包养了，真假的？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啊！现在这年头啊，只要有理，干啥都行。林家绝不允许这样的流言蜚语乱传。我们马上举办一场认亲宴，让全北城的上流人士都来参加，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我女儿。
红叶，我演了这一出，结果倒是给你做了嫁衣。你想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却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林家的体面才是最重要的。你还有什么招数，我都会一一讲。这是小叶，这条裙子，李毅，这条裙子是爸爸特意给我定制的，你为什么要抢？这个裙子是爸爸特地从巴黎给我定制的生日礼物，是不是觉得抢我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明珠，这并不是我拿的。别闹了，明珠，你满衣柜都是裙子，不差这一条，别跟小姨抢。我知道爸妈想弥补你，可是我也对你很好啊，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可这裙子本来就是我的，你为什么要抢？好啦，你姐姐就是试一下。至少拿回来，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现在就连我最喜欢的东西也要让着她吗？今天早上我醒来就看到了这条裙子，因为特意放在人台上，我以为是给我的。明珠和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知道，那是谁放的呢？明珠，这条裙子是我送给小姨的，这是小姨来家里面的第一个生日，又考了好成绩，所以我就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了小姨。好了，明珠，今天是你姐姐生日，就把这条裙子当礼物送给她吧。回头呀，妈找人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的。我不要，跟我走。既然这是你的裙子，我是不会和你抢的。你抢不抢重要吗？哥哥都已经把裙子给你了，就算你现在还给我了，我也会不开心的。哥哥和爸妈都不会开心的，他们只会觉得我不懂事。你笑什么笑？林明珠，你想清楚，这是我的错吗？林明阳把你的裙子给我，他错了，不仅不用承担责任，还引得我们俩在这里吵架，凭什么？对呀，凭什么？一条裙子而已，我们在这里争来争去，一条裙子才多少钱？80万啊！80万，它也只是一条裙子。林明阳什么都不用争，你猜，爸爸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是5%的林氏股份。他是养子，你是亲生女儿，可你名下有什么？爸爸为他铺好了路，锻炼几年就能顺利当上总裁，这样的机会给过你吗？可是家里一直都是这样的。林明阳比谁都清楚这个局面，我们为了虚无的爱和奢侈品争得你死我活，可他林明阳却能当上林氏总裁，轻松掌握各种资源，这就是他想看到的。你想多了，哥哥很温柔的，不会这样对我们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争取一下，试试看。快过来！你们没有吵架吧？啊，小姨。当然没有，一条裙子而已。任何影响我们姐妹感情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哥哥，你怎么能拿明珠的东西送我当礼物？这未免也太小气了。我可是给你送了一块手表呢。是我不对，不懂你们女孩子的东西，以为明珠喜欢的东西，你也会喜欢。我不喜欢明珠的东西，但我喜欢你的，怎么办呢？小姨，这次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要不
爸刚刚送我的黑卡，你先拿着，再去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礼物。谢谢哥哥送我的黑卡，我接受你的道歉了。小一呀，来，这个呀是爸妈送给你的成年礼物。明珠，等你成年之后，爸妈也送你一辆，绝对不偏心，对你们啊都一样。谢谢爸爸。那你们送哥哥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呀？爸爸之前答应过你哥哥，等他成年之后啊，就送给他5%的林氏股份。爸爸，你刚刚还说不偏心，为什么我和明珠都没有股份？林一，爸爸，你不是说我成绩不好吗？只要你答应给我股份，我一定好好学习。明阳以后要到林氏去工作，没有股份他怎么立足呀？爸爸，我们也可以去林氏工作，我们不怕辛苦。林一，经营公司是为了赚钱，你和明珠就是林家的小公主，不需要吃苦。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哥哥都会给你们买的。林明阳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劳而获，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向上伸手，给不给全凭他心情，没有选择的权利。可是我为什么要把林家的资源让给你？可我们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怎么能让哥哥一个人承担重任，自己不劳而获呢？爸，咱们之前说好的。爸，我知道林家对我有恩，我不会奢求太多，我只是想替爸经营好这个公司，能照顾好两个妹妹。好了，明阳，你先去试试新车，至于股份我先留着，看你们谁考试成绩好，我就把这5%的股份奖励给谁。好，谢谢爸爸。明阳，她就是林家流落在外18年的女儿吧？听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回家第一天就要抢明阳的房间。明明珠倒是有些千金小姐的做派，谁知道是个假的呢？果然，只要不公布我的身份，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以为林明珠才是那个假千金。只要今天把林一赶出家门，身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明阳才是林家的继承人。不找明阳，难道指望那个公主病啊？还是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喂，朱哥，我听说你们两家之前有过婚约，林家之前只有明珠一个女儿，现在又多出来个林一，你到底想让哪个当你未婚妻啊？说什么呢你啊？周宋，婚约什么的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你在这胡说什么呢？小叶，你和周宋没有感情，别跟明珠抢。你看明珠都着急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林明珠抢？更何况这种人白送我都不要。明珠，我们离他远点。林明阳，管管你妹妹。大家别误会，小姨只是从穷地方来的，家里面没好好教过她。怎么了，哥哥？不是你和我说，你们圈子里有个人，长得丑，玩得花，没素质，还爱聊骚小姑娘，让我和明珠都离他远点嘛。林明阳，你敢背刺我？哎呀，林明阳，你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周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信他挑拨我？他明明就是在针对我。他让你下不来台，你堂堂一个周公子，能咽得下这口气？告诉你一个秘密，林明珠，她的确是假千金。啊？那我要是娶这个假千金回家的话，
圈子里人会怎么说我？周家和林家婚约已定，可是林家有2个女儿，你到时候娶哪个未婚妻回家，就看你今晚的表现了。到时候如果闹起来，你说他们是信他勾引你，还是信你强迫他？抱歉，林毅小姐，实在对不起。哎，这样，我的朋友刚好多带了一件礼服，就在休息室，不如我带你去换。你这样出去会被宾客们笑话的。怎么，刚刚还骂我，现在又当起好人了？我想您是误会了，毕竟我们2家是世交。如果因为我的失误让林家的亲生女儿丢了脸，我也是会受到家人的惩罚的。好啊，既然你这么热心，那带路。走。走吧。醒了？怎么可能？明明被打的是你！你这个乡巴佬，哪学的本事？我流落在外18年，任何人想要欺负我，我都会一拳的还回来。不过，你比我命好，可以当个四体不勤的公子哥。你要怎么样？我刚刚并没想对你做什么。是吗？我只是想拍几张照片，证明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我只是不想娶林明珠那个假千金。蠢！假的那个是林明阳。什么？他敢骗你，自然也敢卖你，让你身败名裂。你想看看你本来的下场吗？哎，刚刚听明阳说林家为林毅准备了全球限量1条的礼服裙，我们去看看吧。哦，难不成他穿上还能山鸡变凤凰吗？好啊，我也很好奇。林烨，只要被发现跟妹妹的未婚夫偷偷藏在更衣室这件事儿，你就完了。小叶，你在里面吗？小叶，你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小叶。怎么，哥哥是要带兄弟们一起看我换衣服吗？怎么会？我只是担心妹妹。李明阳，你在找什么？周颂刚才跟我说他过来找你，怎么没看见他人？别说笑了，他是我妹妹的未婚夫，我怎么可能会和他在更衣室见面呢？林烨，你再怎么掩饰也没有用，我早就知道你们2个在一起了，他就在这里。
空口造谣明珠姐姐和未婚夫，你们觉得自己很可笑的？林烨，你敢打我？我看你就是藏了人，心虚。这一巴掌是替爸妈打的，你在这里造谣生事，有考虑过林家体面吗？林烨，你还在这怎样？等会儿被我找出来，你就完了。李明阳，亏老子还把你当做好兄弟，你果然在骗我！你这个满口谎言的骗子！你跟我说林明珠是假千金，其实你才是假的！周颂，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就算我哪里对不起你，你也不能这样编排我吧？刚才不是你拉着我说林明珠是假千金，根本配不上我们周家的门楣吗？哼，可惜我一查，真相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林烨，周颂怎么会关注这些事情？是不是小姨调皮，跟周颂说哥哥坏话的人？哥哥，我是你的妹妹，你怎么能揣测我呢？你少在这给我装无辜！除了你，还有谁会处心积虑的对我？哥哥，与其怀疑你的妹妹，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这位周少爷？要不是你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既然哥哥想做局害我，我为什么不能揭穿你？我才是林家正牌千金，怎么能让你随意宰割？林烨，果然是你设计害我！哥哥，我是你的家人，自然会想着维护你，你怎么能怀疑我呢？家人，我才是林家唯一的儿子，你配？你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林家联姻的工具。你过什么样的日子，你以后和谁联姻，都只能求我。林烨，我劝你夹紧你的狐狸尾巴，否则我就把你扔回李家，让你知道什么叫没人要的野种。爸妈，爸妈，啊！哎呀，怎么了？爸爸，哥哥说他以后会继承林家，可以安排我和明珠随便去联姻，还说要给我安排个生不如死的去处，这是真的吗？林烨，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说明珠了？那哥哥的意思是承认刚刚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吗？难道我就不是林家的千金？哥哥刚才那番话让我好害怕。不怕不怕，明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是林烨，他设计我，他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周颂，害我在所有人面前丢脸。是你和周颂说明珠是假千金，周颂当众揭穿你，难道这是我的错吗？难道就因为我是刚被认回来的女儿，就要被你这样欺负吗？你的亲生父母把我当成可以随便买卖的货物，现在你也要这样威胁我吗？李明阳，林家18年的教养，怎么就让你说出如此不堪的话？哎呀，国栋，你就消消气。怎么说，明阳他也是林家的长子，一向骄傲，一定是身份的事情让他受了刺激，
妈说的对，我就是太害怕了，我害怕失去这个家，害怕失去你们的爱，所以才会口不择言。明阳，你和林家有18年的感情，林家是不会放弃你的。林家毕竟对林明阳有感情，逼得太紧，反而显得我咄咄逼人。爸爸，还好有你维护我，我和哥哥是一家人，我不会计较。只是，哥哥以后毕竟会继承林家，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恐怕外人会说我们林家没有教养，万一他坏了事。回家之后，去林家祠堂跪上10天，好好读一读林家祖传的家训。爸，您真的要这样做吗？哎呀，明阳，你爸能说这话，还是把你当成林家的长子看的，你怎么不体谅你爸的苦心呢？你爸的。林少爷，你多少还是吃点吧。我不需要，为了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让我在这里罚跪。如果我是亲生的，他们就不会这样对我。林明阳，你该不会以为绝食就有用吧？今晚的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对不对？哥哥，你在说什么啊？我都听不懂。不过我知道，今晚的一切，要是按照你设计的走，我只会身败名裂。到时候，绝对不是跪祠堂这么简单了。林一，你以为你这样就算赢了吗？爸妈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只要我回去哄哄他们，这件事情就会过去。马上考试了，爸爸说让我用你的书房，我来向你借用钥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用我的书房，你也配？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10天不出门，全北城的人都会知道，林家大少爷因为口出恶行，被罚在祠堂死过。滚！钥匙呢？还不快给他，把他赶出去！林一，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踩在脚下？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还愣着干嘛？没看到我因为在祠堂罚跪受伤了吗？还不去告诉先生和太太？是，明阳少爷，我这就去。好了，奶奶，去吧。你说说，你这孩子都受伤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妈，我还以为你和爸已经不在乎了。傻不傻呀？你都受伤了，你爸不会再惩罚你了。你这2天好好休息，听话啊！看看腿伤成这样，哎，真是。林明阳，你太害怕失去你现在的一切了。可是有些东西，你攥得越紧，它流失的反而越快。哇塞，这个项链好好看呀，妈妈。这个适合小一戴，小一试试这个。谢谢妈妈。你看，姐姐戴这个可富贵，可好看了。姐姐，我到底戴哪条项链好看呀？妹妹戴哪一条项链都好看。要我说，这条红宝石项链最能配得上你。真的吗？哥哥的眼光最好了。哥哥腿伤已经好了，前几天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还以为生我的气了呢。怎么会呢？
只是那天认亲宴上，我一时心急误会了你，小姨，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是啊，一点小口诀，这说开了不就好了吗？明珠要是戴上这条红宝石项链，在人群中一定很出挑。明珠，我记得这条项链是妈特意拍来送给你的古董珠宝，价值千万。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条古董项链上面的珠宝太均匀，太沉闷，色泽也不对，甚至这都不是普通的仿品，这是最次的铅玻璃啊！怎么可能？妈妈怎么会送我假项链呢？是啊，这些项链啊都是专家鉴定过的。明阳，你是不是看错了？不，我确定，而且上周明珠脖子上戴的还是真项链。才短短1周，真品就变成了赝品，只怕是有人眼皮子浅，把项链调包了。不会的吧？明阳，你的意思是你只要拿起来看一眼，就能知道它是假的？爸，你一直要创立珠宝品牌，我心里面非常敬佩父亲，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想为咱们林家的事业出一份力。王妈，我记得明珠的东西一直是你打理的，你就这么辜负林家对你的信任吗？明阳少爷，这话可不敢乱说呀。明珠小姐的贵重首饰可是一直锁在她的首饰柜里的，钥匙只有她自己有，我们下人怎么能碰得到？除了你，还能有谁？我看就要把你们这些佣人一个一个搜过去，好知道到底是谁手脚不干净。没必要找了，我和明珠共用一整个首饰柜，所以我也有钥匙。怪不得，自从林小姐回来，从来不让我们进她的房间。王妈，你怎么能说是小姨偷的呢？我没有。行了，王妈，你下去吧，我们自己和小姨说。是。小姨，真的是你偷的吗？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可以跟哥哥说呀。你做这种事，我不能原谅。哎，明阳，这件事情啊，也不一定就和小姨有关。爸，您别怪我着急，用便宜的宝石替换项链就算了，这铅玻璃长期戴久了会重金属中毒，这明显就是要明珠的命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姐姐，你能那么讨厌我吗？可是你这几年过得不好，又不是我的错。事情还没有定论，哥哥就这么着急？除了你，谁还会做这种小偷小摸的事儿？偏偏你有要事。小姨，你要是没办法证明自己，那我只能让下人去搜了。爸爸，我拒绝。林玉，果然是你偷的。如果不是心虚，你为什么要拒绝？爸爸，你也认为是我偷的吗？虽然我被认回林家，但你们始终只相信这个杨子的话。如果你们都不相信我，那就抱歉，我问心无愧。那你倒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以把项链给我看看吗？李家贫寒，我又不是亲生女儿，所以初中毕业之后，他们就阻止我去上学。为了挣学费，我常常摆摊做小生意。就算穷，你也不能害明珠的命啊！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敢确认，假货做不出这么细致的镶嵌爪和焊接工艺。这条项链就是真的，有鬼的并不是项链，而是人。你还在狡辩？爸爸，我想请您找专家来鉴定。
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承认，至少不会闹得太难看。如果真的是我偷的，那你们就报警抓我。但如果是你污蔑的我呢？你还真是执迷不悟。要是我冤枉你，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这独特的镶嵌工艺已经失传了，现在技术无法复原。这条项链就是真的。这不可能！你一定是看错了。林少爷，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一行的，你说这话是对我的侮辱。是你，一定是你收买了他。如果你们林家不相信我的职业道德和判断，那就另请高明吧。哎，小孩子呀，不懂事儿，您见笑了。林总，如果以后您要把珠宝行业交给林少爷的话，我们没必要再合作了。这不可能！够了，赶紧道歉。快呀！张教授，对不起。哥哥肯定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想先去看看他。好孩子，幸亏你不跟他计较，快去吧。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已经把项链给调换了，但你的计划却并没有成功。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的？你计划的很好，栽赃我偷项链，让全家人都讨厌我，还有可能把我赶出林家。但你忽略了一个细节。什么？明珠爱美给首饰合系的蝴蝶结都是特殊形式的，但你只会系普通的，所以当你打开盒子拍照印制假货的时候，就已经露馅了。林明阳，你费尽心思调换走的，不过是我在路边摊随便买的仿品，而真的还在我手上。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做是要演哪一出戏？原来你早就下好了套在等我。不过那又怎样？这只是你的推测，你又没有任何证据。我本来是没有的，不过我现在有了。林烨，你个贱人！妈，这件事情是我看错了，对不起。没事儿，毕竟你才学了几个月，看错了也正常。小姨呀，你哥哥是太关心明珠了，这件事呀也给你还了清白，你不会跟你哥哥计较的，对吗？
小叶，刚刚是哥哥误会你了。不是误会，是冤枉。是哥哥学艺不精，又一时莽撞，冤枉了好妹妹。好，我接受你的道歉。抓到我的把柄，他为什么不说？妈妈宠爱林明阳，爸爸暂时也会不愿意放弃长子。只要不是酿下大错，他们只会再次重重拿起，轻轻放下。这段录音自然要等需要的时候再放。这就对了。自从小姨回来以后啊，你们净闹这些事情，自己说说都错哪儿了？我学艺不精，误会了小姨，闹了笑话。我不信任姐姐，说了让姐姐伤心的话。这件事啊，小姨并无过错。不，这件事确实是姐姐的错。姐姐的错在她太穷了。其实哥哥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怀疑过她吧，因为她太穷了，所以她是最有可能这么做的那个。哎呀，你胡说什么呀？我们所有人都带她逛过街，给她送过礼物，什么时候有亏待过她呀？我们确实送给她珠宝，送了衣服，可是那是我们送给她的，她又不能卖了换钱，所以她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是个穷光蛋。哎呦，对，都怪我，光顾着给你送礼物了，都忘记给你安排生活的费用了。你说说你这傻孩子，也不跟妈妈说一声。谢谢爸妈，你们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不用你们担心。好孩子，妈妈马上让人给你打钱啊。谢谢妈妈，不过我想我现在应该有钱了。哥哥说是你冤枉我，你会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你疯了吧？他赌的话也能当真？既然你答应了，就要承担后果。好。谢谢哥哥的礼物。姐姐在你家受苦的这些年，爸爸也要一并补上。好，我就按照孩子们这18年的开销，全部打到小姨账上。谢谢爸妈。不过，哥哥要是不懂珠宝，还是不要随便乱说了。哥哥要是不懂珠宝，还是不要随便乱说了。今天只是得罪了专家，要是哪天得罪了什么业界大佬，您家该不会损失上亿的资产吧？那个新珠宝品牌的事情，明阳，你先不要管了，之后你可以去试试。爸，您之前答应我的，专注好学业吧，等你考上了满意的学校，我们再商量啊。谢谢你刚刚为我说话。我听说那个周颂对林家用心不良，是你跟爸爸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跟他的婚约暂时搁置了。你不愿意我这么做吗？我只是成绩不好，又不是不识好歹。不过你别想我因为这件事情就把你当做好姐妹啊。哦，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套定制的学校服，明天开学你记得穿上，别给林家丢脸。姐姐，你说哥哥他是故意的吗？什么？把我的衣服放在你的房间，跟周颂说我是假千金，还有项链的事。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So bring me back to shining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你就是林家新认回来的土包子，就你也敢挑衅林少爷？你和你那个草包妹妹林明珠，加起来都不配给林少爷提鞋。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林明阳派来的走狗啊！你胡说什么呢？林少爷可是答应了，将来让徐姐当他的未婚妻。原来是未婚妻预备役，我还以为画了多大的饼，让你这么心甘情愿的给他当枪使。林明阳以后继承林家，就算你是林家大小姐，以后也得看林明阳和我的脸色。你敢打我？可笑！你什么意思？林明阳是不是承诺你，只要帮他扫清障碍，比如我，他就会考虑和你许家联姻，到时候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站他身边。可你了解林明阳吗？他这个人最在乎脸面，习惯躲在暗处操纵别人。他现在利用你来对付我，等他达到目的或者事情闹大，你猜他会怎么做？他会第一个撇清关系，说你徐家擅独霸道，无故欺凌他妹妹。到时候你不仅做不成林家少奶奶，还会成为整个圈子的笑话。你少挑拨离间！徐家，你听好，我这个人不喜欢惹事，但我非常擅长解决麻烦。真巧啊！这么精彩的画面被我给录下来。徐同学，你说如果这段视频被所有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样？顾林，你一个私生子，少多管闲事！你们许家不过是顾家的一条狗，就算我是私生子，也轮不到你评论我。还是说，你想让许家也尝尝一夜破产的滋味？我们走。你没事吧？你是林一，对吗？可惜，这些书我已经用不了了。你刚转学，难免会遇到几个不开眼的。这个圈子很小，有时候少树一个敌，比多交一个朋友更重要。你好，我是顾林。可惜，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也不需要朋友。哟，这不是林家那条疯狗吗？这个位置脏了，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啊！麻烦你换个位置吧。把你的垃圾拿走，你也滚。不少，这是我的位置，现在是我的了，收拾干净，绿色。谢谢你帮我，只可惜以后想整我的人只会更多。
有我在，没人敢动。我们素不相识，你却帮我，为什么？我在林家的认亲宴上见过你。认亲宴上来我那么多人，鱼龙混杂，谁记得你？哦，是吗？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那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知道他叫什么？我只记得那个讨人嫌的周颂。不好意思啊，那天光顾着骂周颂，我骂你了。开玩笑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去。为什么没去呢？因为我和林明阳不对付。我猜你也一样。既然这样的话，交个朋友。是吗？好啊。找我做盟友，顾灵，你想要到底是什么？林一，你可真是个狐狸精，一来就搭上了顾灵当靠山。他今天可不在这儿，我看你怎么办。你在学校整天不做正事，成天盯着我干。林明阳给你开了多少工资？我本来是打算和平跟你相处的，你乖一点，像明珠一样当个不碍事事的小姑娘，多好。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把事情搞砸呢？你说的对，那不如这样，你别盯着林家继承人的位置，就在家乖乖当个小公主，换我来好好宠你，怎么样？给脸不要脸，给我好好教他规矩。这件衣服是林明珠送给我的。林一，不就是一件校服吗？生气啦？还真是穷酸。你疯了吗？该轮到还愣着干嘛？拉起来他！If it was up to me, I'd give you my soul. 现在清醒，滚！死定了！门被锁住了。林明阳，你有完没完？
林一，怎么是你？你没事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在隔壁看书，听见这边有动静，还挺巧。林明阳把我困在这里，难道只为了？不可能这么简单，他一定是想拖住我，调虎离山。明珠，姐姐要是约我的话，直接给我发消息就好了呀，为什么让你过来传话呀？神神秘秘的。啊，他可能快到了吧？哎，看那边。小姨，明珠怎么样了？啊，现在要不要紧呢？手术室里还在急救，医生说情况危急。林一，明珠的同学说是你让人传话，约他在湖边见面。我并没有约见明珠，明珠落水的时候，有人把我锁在了教室。明珠落水的时候，你并没有不在场证明。林一，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吗？你想要我说什么？林一，也许你觉得是林家亏待了你，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冲我来呀。为什么要伤害明珠？她对你那么好。林一，你平时明明跟明珠玩的那么好，难道你心里很恨她吗？妈，自打林一进入家里来，就处处和明珠较劲，学习成绩压她一头，害得明珠被骂，连裙子也要跟她抢。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是林一嫉妒。林明阳，你装什么傻？我和明珠之间都是你在挑拨离间。把明珠推下水的人是抓到了，叫陈浩，他一口咬定是你指使的。林一，明珠是你的亲妹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爸妈，一个凶手的话有几分可信度？他攀扯上我，无非只有两个目的：一，为自己脱罪，把水搅浑；二，或许是他背后的主使者给了他无法拒绝的好处，让他必须把我拖下水。这个陈浩应该是想逃脱责任，所以攀上小姨，大概是以为这样我们就能饶过他。那个陈浩和明珠无冤无仇，他凭什么冒这么大风险去害明珠？肯定是有人背后指使。林明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哥哥，心妹妹躺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你从赶到医院到现在，关心过明珠伤势吗？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如何把这盆脏水精准扣在我的头上。我和明珠是10几年的兄妹情谊，岂是你们这种塑料姐妹花能比的？我想找出伤害明珠的凶手，就是不想这种毒瘤长期存在在明珠身边。明阳，这件事情极其的严重，你必须为你的话负责。我既然肯怀疑林一，我就有足够的证据。林一，你不过18岁，你一个女孩家，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心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爸妈，我确实认识他。在我还是李一的时候，我为了能有学上，我每天都会留在教室给那些有钱人的孩子讲解作业，就这样一点一点凑出了学费。我和他能有交集，很奇怪吗？林一，就算你巧言善辩，但现在铁证如山。学校刚刚查到通往湖边的那条小路，监控显示下午只有你、陈浩和明珠去过这个湖边。人证
动机、时间线，你准备的环环相扣，我还能说什么？我自然是无话可说。明珠她对你那么好，她想亲近你，就算你讨厌她、嫉妒她，你也没必要伤害她呀。爸妈，自从我回到家，每件事的矛头都指向我，从来没有人真的信任过我。我就这么不配得到公正对待吗？小叶，妈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把你所知道的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我们自然会动用一切的力量去查证，绝对不会让你平白无故的被冤枉。既然你选择了沉默，但你确实不适合再留在林家。爸妈，你们这件事不能心软，我们必须报警。林烨，这一次你死定了。虽然我无话可说，但有一个人可以为我说谎。林烨，就算你找一个人做了伪证，你能颠倒黑白吗？如果说这个人是我呢？如果说这个人是我呢？明珠，你不应该在手术室抢救吗？我在观察室里听到了你说的全部，哥哥。听到了你说的全部，哥哥。明珠，你没事吧？你吓死妈了！你现在身体弱，赶紧回病床上躺着。对对，快走，慢点啊！明珠，你也真是的，既然没事儿，怎么不跟大家说一声，害得大家为你担心。爸妈，我没事，是姐姐救了我。当时是姐姐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拼了命地把我往外面拉。如果没有姐姐，我可能……你就是太单纯，太善良了。他救你，说不定就是看你没事儿，好洗脱自己的嫌疑，演的一出苦肉计罢了。你太轻易地相信别人了。林明阳，你闭嘴吧！你能不能尊重我一次，认认真真的听我把话说完，不要再把我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可以任意被你糊弄的傻子了。我说了，不是姐姐，你聋了吧？小叶，是妈妈不对，你救了明珠，妈不该那样说你的。因为这缺失的18年，你没有亲眼看我长大，所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能理解你，毕竟我们错过的时间太多了。小叶，妈妈只是……妈，没关系。虽然这个事情看起来麻烦，但我们一家人只要选择相信我，那即使外人再怎么污蔑都没用，难道不是吗？我相信姐姐，100%相信。女儿们，你们放心，无论是谁伤害了你们，爸妈都不会放过他。明珠若是的确不能不了了之，这件事或许明珠知道的比我们更多。明珠，你再想想，是谁想伤害你？你有没有什么线索？那个陈浩只是假借姐姐的名义骗我出去，但是他口风很紧，除了传话没再说别的。那你平时有没有跟谁不对付呀？我真的想不到是谁在背后指示的。
好了，你好好休息。小姨，你在这陪着妹妹，咱们再去查一查。走。因为李家的苛待，我对亲情一直很淡薄。回到林家，也只想自保而已。可是，这个妹妹在林明阳3番5次的挑拨和陷害之后，却选择了相信我。明珠，谢谢你。我知道不是你做的，而且你还救了我。那，你知道背后指使的人是谁吗？杨哥，我完成了。是林明阳，对吧？那毕竟是跟我生活了10几年的哥哥，我实在是不忍心拆穿他。明珠，你顾及兄妹之情，他可没有对你手下留情。我明白，自从他决定那么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不是我的哥哥了。只是这次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证据，即便告诉父母，他们也不会把林明阳赶走。以后你还要多加小心。谢谢你，姐姐。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爸妈对我好，但却更看重哥哥。家里都默认以后会把公司交给哥哥。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我一直都很笨。你不笨，只是他默认家族责任不需要你来承担，所以你要把你往这方面来培养。爸爸说男孩子天生就理性一些，所以让哥哥学理科管理公司。对呀，他们只是让我学了绘画。明珠，人家把你往艺术方面培养，你获奖无数，可林明阳投入了更多资源培养，却并不顶尖。我觉得你比他更配争取。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个天才，他们还说我笨。林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身份地位、衣服首饰、亲情，你都有了。爸妈给了你那么多钱，你什么也不缺，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争？争？我本来就是林家女儿，为什么不能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一个女人最好还是不要有那么大的气。你说你和明珠一样，乖乖当个小公主，多好。只要你肯安分下来，我会把你和新妹妹一样。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什么叫你给我？你现在哪样东西不是我？鸠占鹊巢久了，还真把自己当主人。是你逼我的，别后悔。你还是喜欢独来独往，一点都不害怕林明阳来找麻烦。其实你不用这样一直跟着我，林明阳最近会消停一阵子。我说过我会罩着你，我不想失言。可惜今天除了你，没人找我麻烦。陆凌，放学你不回家，站湖边当雕塑呢？我这不是害怕有人不长眼，不小心把你推湖里去。你看，
我走这边，你不就安全了？马上考试了，你很闲吗？林一，考试那天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不了，我喜欢安静一点。我会在校门口等你的。小一这次模拟考啊，又进了全年级的前10，爸妈都没想到你转学过来啊，不仅没有一点跟不上，反而是越来越优秀，又稳定了。是啊，小姨聪明又努力，妈妈为你感到骄傲。那是当然，小姨遗传了爸妈的基因，聪明是刻在骨子里的。明阳现在是越来越会照顾妹妹了，是个有担当的好哥哥。看到明阳现在这样越来越成熟稳重，爸爸真的很欣慰。等考试结束后啊，公司的事情也可以让你慢慢的接触起来了。以后林家这个担子啊，总是要敲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手上。你考得再好又怎样？林家的产业迟早是我的。爸爸，考试结束后，我也想去公司学习。小叶，等考试结束后，不止爸妈会奖励你，哥哥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王妈，帮我把这副碗筷撤下去，再换副新的上来。是。是哥哥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了吗？如果你觉得哥哥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直接跟哥哥说的。哥哥想多了，我只是不喜欢吃这个。我看哥哥最近因为考试这么努力，人都清瘦了，才应该好好补补。这个正适合你。看到你们兄妹之间啊相互关心，爸妈也就放心了。明阳，你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就算你不是第一，爸爸也会奖励你的。爸，现在安慰我还早，我未必会输给小叶。林一，我只是想沾一沾学霸的好运。顾灵，好的结果从来不是靠旁门左道而来。林一，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之后你想去哪座城市？你要说什么？我只想说，不管你去哪座城市，我都会在那边等你。我们那边见。录上了吗？把这块巧克力送去医院化验。是。他不会是想……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今天碰到了张夫人，她说呀，我们林家的孩子是市状元。我既然消息都传开了，我们不瞒着大家了，我就是市状元啊！这，哎呦，我靠，明阳，你可以呀！听说这次林家会给明阳5%的股份呢。说明阳啊，咱们该喊小林总了，是不是？等一下，他不是只说在林家吗？万一是林一呢？他不是一直是第一吗？他呀，考不好了。多亏了顾灵这个秘密武器，给林一吃的饭里面下了泻药。哎，不是，你俩不是不对付吗？有些事儿互帮互助嘛，你说是吧，顾灵？哎呀，我叫他，你们就等着瞧吧。
继续喝。今天晚上所有消费由我林公子买单。今天呀，那个张太太神秘兮兮的跟我说，恭喜咱们家孩子是市状元。我估摸着呀，她说的就是咱们家的小……是我。妈妈，你会为我开心吗？会呀。妹妹，看你最近这2天怎么这么憔悴？是不是担心考试没考好啊？谢谢哥哥对我的关心。妹妹，你不用担心，林家又不指望你光宗耀祖，你只需要像明珠一样，每天美美的，开开心心的就好了。看来小姨这次是真的没考好，是我们给她的期望太高了。就这个红涂页顶配，给我要最大的帝王厅。林少，这个帝王厅近期是留给状元宴用的，现在预定的话，按照规定，定金是不退的。我们杨哥就是市状元，林家说话还能有假？林家向来做事认真，这种事儿自然要提前认。姐姐，我看你这2天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这次没有考好的话，我支持你再来一次。毕竟你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比林明阳差的。谢谢你，我没事。不好好在家反省，倒有闲心来这里吃饭。我早就说过，有些人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到处张扬，却不知道真正的豪门手段是什么。林明阳，你闭嘴吧！你就这么护着他？你堂堂林家千金，整天跟一个乡下来的疯狗混在一起，等他被逐出林家，我看你能捞到什么？说完了。你最好给我记住了，林家的一切都只能我享有，而你只配在旁边看着。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刷卡。林少，您这张卡显示交易失败。这怎么可能？你这机器坏了吧？换这张。林先生，很抱歉，您这一张卡的状态都显示已冻结。爸，你怎么把我所有的卡都冻结了呢？明阳，你现在就回家。爸，你这是做什么？回来，立刻！妈，什么事这么着急？是不是清北录取通知书到了？爸，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考试那天我同桌好心送我的，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想特意留给你。哥哥，想尝尝吗？我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东西，而且我现在也没心情。可我记得哥哥最喜欢吃巧克力，而且这好像是你最喜欢的牌子，对吧？那又怎样？难道你要现在逼我吃给你看？巧克力这种东西，狗吃了会死，人吃了可没事。哥哥，有什么好害怕的？张管家。林一，你有病吧？哥哥，这个巧克力是张管家今天新买的，你到底在害怕什么？爸妈，这是什么意思？小姨在考试前收到了一块巧克力，检测结果显示这里边掺了泻药。小姨，对不起。哦，哥哥，
犯什么错了？我思来想去，大概是我和顾灵有过节，他动不了我，只能拿你出气。是我这个哥哥没保护好你。可我看，哥哥很害怕这块巧克力，好像早就知道已经被下毒了。我一想到这巧克力是过了顾灵手，自然要小心谨慎。而且这检测报告不就正好印证了我的担心是对的吗？过了顾灵手的东西，肯定有问题。小姨，这件事你会不会误会你哥哥了？小姨，你最近一直神情憔悴，是不是因为巧克力导致了你的考试出现问题了？如果真是因为这种下作的手段耽误了考试，爸妈，这件事情一定要纠察到底。哥哥，你说的我都差点信了，可是我只说过这块巧克力是我同桌给我的，没有跟你提过顾灵。还是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那是我猜的，毕竟除了他不可能有人做这种事儿。哥哥，如果你跟顾灵关系不好，那为什么昨天晚上会一起出现在 KTV？ 你跟踪我？我只是怀疑顾灵而已。这个顾灵每次出现的时机都很奇怪，每次你的小太妹跟班想找我麻烦的时候，她都会恰巧路过。可惜没有这么多英雄救美。后来我发现，真正的顺序是，每次我独自离开她的视线，你的跟班就会出现，而她总是在你的人占不到我便宜时才姗姗来迟。云阳，林家待你不薄，小姨回来，我们也一直把你当作亲儿子对待，你为什么要这么针对他？爸，说到现在，靠的就是林一的推测。我和顾灵有些场面上的来往不奇怪，就算我们的关系很好，又能证明什么？别人的行为又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是吗？哥哥，这个泻药的购买记录是你的吗？这记录一看就是伪造的，怎么可能找到这种记录？你自己看清楚。怎么会？这个丈夫是你第2次做这样的事情了。明珠落水的事情，我和明珠都怀疑是林明阳在背后指使。你应该知道，如果查不到证据，或者结果证明不是明阳，你就是在污蔑自己的哥哥。我明白，但我要是不说，就是在容忍一个可能会伤害明珠的人在他身边。爸爸，我不需要您大张旗鼓调查，只需要作为父母查一查林明阳最近流动资金去向，或许就能知道答案。我已经让人查了你名下所有的资金流向。爸，既然你调查好了，就能证明这件事就是子虚乌有。我怎么可能会和把明珠推下水的凶手有资金往来呢？你以为绕到海外账户就天衣无缝了？这笔钱现在已经到陈浩母亲账户里了，对吗？使出这样的手段，林家继承人的位置只会离你越来越远。林家能容忍你能力不足，但绝对不会把公司交给一个对至亲下手的人。你们现在指责我在林家过了18年，每一天我都是按照林家继承人的完美标准要求自己的，成绩、交往、礼业，哪一项我不是按照你们心中的标准来做到最完美的？可他一来，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笑话。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你们要剥夺我的所有吗？我们从未因为你不是亲生而薄待过你，是你一步一步走上了歪路。从未。他才回来多久？本该属于我的财产、机会、
股份全被他抢走了。李明阳，你错了。我错了，我说的哪一句话错了？你们林家就是只在乎血缘，不在乎感情。你错在忘了你自己的身份。没有什么本该属于你，林家锦衣玉食把你养大，不追究你父母的罪责，甚至没有让你回到李家。别忘了，林家是你的恩人。明阳，我会通知律师，准备取消收养的手续。你已经成年了，你走吧。爸妈，你们要赶我去哪里？这里就是我的家啊！回你原来的家吧。你们现在想追究我，不就是想让他成为一块遮羞布？林一想把他考砸了的事实赖在一块巧克力上，可你们忘了，我才是市状元。你们精心培养了我18年。我才是林氏想要的继承人。很遗憾，我竟然怀疑顾灵，自然是不会吃这块来路不明的巧克力。难道你……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才是今年的市状元。真不可能！你一个穷乡僻壤来的小丫头，怎么可能会是市状元？是不是林家帮你做了弊？住口！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爸，我知道错了，我在林家待了18年，求求你别赶我走，我再也不敢了。我已经给过你太多次机会了。来人，把林明阳带走！妈，求求你，我再也不会了，把我留下。妈，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害我的2个女儿。妈，求求你了，妈。林一，你能不能出来见我一面？有事吗？我对不起你。没事，我挂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的。你能不能跟你爸妈求求情？也是，爸妈把顾灵给我下药的事情告诉了顾家，顾灵在顾家本就不受待见，如今的日子怕是更加难过。只可惜我林一从不会对一个害我的人心慈手软。顾灵，是你先得罪我的，我这个人很记仇。在我看来，林明阳和李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惩罚，但至少现在，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许真的可以放下过去，好好想想未来了。我建议你想清楚再行动。林家保镖就在外面，你想要试试他们的专业素养吗？林一，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你能不能跟你爸妈求求情？松手，我数3下。3。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以为拉黑所有联系方式已经足够明确，还是说你觉得我报警更好？给你下药是我不对，可你知道我在顾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我是个私生子，我除了跟林明阳合作，我还能怎么办？
所以你就选择毁了我。你害我，难不成还要我理解你吗？我求你原谅，其实是为了你好呀。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在顾家自顾不暇，还想着为我着想。顾灵，你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你刚回到林家，你根本就不懂豪门的游戏规则。你弄垮林明阳又怎么样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如果林家垮了，你这个林家大小姐又能怎么样？哦，那依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呢？你现在应该化敌为友，修复和林明阳的关系，争取父母的宠爱，把林明珠的一切全部夺回来，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有意思，看来你是来为林明阳当说客的。我知道你怨恨他夺走了你18年的人生，但为了一时泄愤赌上自己的未来，这样值得吗？与其和他斗个你死我活，还不如好好的规划未来。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你说了这么多，我的好处在哪？你描述的美好前程，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到呢？你可以跟我联姻，我虽然是私生子，但也是顾家这一代唯一的儿子。只要有林家支持，我一定能掌握顾家。要知道，林家虽然是豪门，但是和顾家也有不小的差距。你想想，当顾家未来的女主人，难道还不够好吗？这枚古董戒指是我曾祖母传下来的，我想一定还会有很多豪门的女儿想要得到的。顾灵，我还真是低估你了，这出戏准备的比林明阳精彩多了。你觉得我们才成年不久，现在提这个为时过早，还是你以为这个提议只是我的一时冲动？林一，我劝你好好想清楚，与其被林明阳当做联姻的筹码，随便嫁给某个纨绔子弟，你还不如选择我。至少我知道你的价值，我欣赏你的能力啊。看来林明阳给你的好处不小啊，只可惜你被他给耍了。父亲已经决定把他逐出林家，一个自身难保的丧家之犬，凭什么支配我的人生？我到这里来从来都不是为了林明阳，我是为了你而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来。你劝我和林明珠争宠，劝我和林明阳和解，左右逢源。可我流落在外面18年，没有林家栽培，我照样把林明阳踩在脚下。我要争什么宠，逢什么缘？林一，你再有本事，也是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你以为林家真的会把产业交给你来着？女儿怎么了？林家能有今天，靠的是能力和手腕，不是性别。林一，我是私生子，你在学校受过的嘲笑，我也受过，我们都受过别人的冷眼，都尝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滋味，我们都是一类人。与其这样，为什么咱们两个不联手呢？顾少爷，你挨过打吗？你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直到差点饿死，才能吃上一点剩饭过吗？你所谓的委屈，不过因为你是私生子，所以被别人白眼，或者说了几句羞辱的话罢了。我和你，永远都不是一类人。不过，我很佩服你，顾灵。私生子这个事情，应该是你最痛的伤疤吧？为了利用我，你倒是愿意自揭伤疤。不过，我没这么好骗。林一，
你必须告诉顾家，之前的事情是个意外，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迟了，我已经把你们的事情发到网上，现在全网的人都知道了。既然你不留情面，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你死定了！我猜你只是被顾家教训，还没到扫地出门，对吗？不过现在恐怕快了。不可能！你怎么会有我爸的私人号码？这一定是假的。顾叔叔，你提议顾良来道歉，这个事情就私了。本来我是愿意给这个机会的，看来你儿子并不珍惜。顾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顾林，就因为你做的那些丑事，现在全网都在看顾家笑话，顾家的龙虾暴跌，声誉扫地，你已经被逐出顾家了。再也不见顾少爷。本台最新消息，林氏集团于今日下午正式公布继承人名单。刚刚被寻回的亲生女儿林一，凭借其卓越的商业头脑与刚取得的市状元荣誉，正式被确立为集团唯一继承人。说两句吧。感谢各位媒体，以后我林一会带着我们林氏集团走向更好的未来。据悉，林一年幼时因林家保姆与司机合谋与林家养子林明阳偷换而流落在外。有知情人士透露，林家将与养子林明阳解除关系。唯一继承人，好一个林家陈芊芊！不对，我还没说。林一，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林一，你以后就是林氏集团的经理了，这是你的新办公室，还满意吗？我很满意，爸爸。这些年我们林家亏欠你的太多了。你母亲原本想要按照明珠的标准给你配齐豪车、珠宝、豪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其实你很像当年的我。谢谢爸爸。很好。今天啊，在大客户赵总下榻的酒店，林家准备了一个酒会。我之前答应过明阳，如果他能谈下赵家这个项目，就给他林家10%的股份。现在啊，他被赶出了林家，你可以试试。林经理，您邀请的3位专家已经到了，正在贵宾室等候。好，我这就来。小姨，你快来！明阳她在酒店房间出事了。刚才真是吓坏我了，幸好撞见明阳，及时制止。明阳，你怎么这么傻呢？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你要伤害自己呀！林总，听说明阳是被你们林家赶走的，依我看，这个处罚未免重了些。赵总有所不知，这
这孩子犯的不是小错。我一想到你们再也不肯原谅我，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是一时糊涂，不是存心想给林家丢脸。按照林明阳目前的处境，私下向妈妈求情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当众让爸爸丢脸，只会让爸爸更加厌恶他。这个道理，林明阳应该知道才对。林董、林太太，明阳还年轻，这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呢？妹妹，对不起，是哥哥不好，哥哥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跟你争了。我求求你，让爸爸妈妈把我留下。这林家呢，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好事儿，但是没必要把养了10几年的儿子逼上绝路吧？我一个外人看了都于心不忍。这如果是你们的亲生孩子，即便是犯了再大的错，那也不能被赶走吧？赵总的好意，我们明白。林家对明阳一直像亲儿子对待，可他一次次做得太过分，现在这个结果都是他咎由自取。我听说林一小姐刚回来不久，就获得了林家的器重。你是个聪慧的人，想必能体会到哥哥这份不安的心情，就没必要再屡屡刺激吧。赵总，感谢您的关心。林家怎么教育子女，我们自有考量。不过，既然您开了口，林阳的去留我会再做斟酌。我刚听说林小姐一回来就接手了明阳所有的工作，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理解，但是没必要做得太绝。爸，您之前答应过我，如果我代表林氏拿下和赵家的生意，您就会给我10%的股份。我现在不要股份，只要您把我留下来，您这个承诺还作数吗？当然作数，只不过如果你真有本事拿下赵家的项目，就不至于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妹妹。我们走。今天的林明阳很奇怪，我似乎看不明白他想要做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实在不像他的风格。还在想明阳的事儿？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顾好今晚的酒会。到底是什么？是我忽略了的。小叶，赵家的生意是块难啃的骨头，再加上下午林明阳这么一闹，难免会对我们林家有看法。你年纪还小，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明白，爸爸。你不好好的休息，也不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过错，还敢穿得花枝招展的来这种场合？赵姐，久等了吧？没有。林明阳，爸，我答应你谈成的那笔生意，现在合同签下来了，您答应我的还算数吗？你
钱。爸，商场如战场，各凭本事罢了。妹妹谈不下的生意，我谈下了；搞不定的关系，我搞定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就以家主的身份宣布，你永远不再是我林家的人。干出这样的丑事，你还敢跟我叫板？你把我林家的脸都丢尽了。林总，何必动这么大的气呢？明阳很懂事儿，我很喜欢。林家还想阻拦，还是要多考虑考虑和赵家的合作。爸，我和赵姐男未婚女未嫁，堂堂正正，等我们赵玲玲家一联姻。一个刚找回来的女儿，比我更有价值吧？林明阳，这真是你最出乎我意料的一次。不过，这就是你林明阳的底牌了，不是吗？半年来，小姨在公司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趁着今天除夕宴，我正式宣布，把海外业务部交给你全权负责。姐姐，你太棒了！小姨要加油啊！来，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少得了我这个儿子呢？妈，你怎么没喝酒啊？是不是被两个不孝女气得身体不好了？出去！爸，您怎么能这样对待为了您尽心尽力了18年的儿子呢？哦，对，我忘了，您不认我这个儿子，因为你只在乎血缘。明珠，你看你，跟林一待久了，怎么一点都不像个小公主了，反而像个小泼妇了呢？是不是爸妈只关心了她，没关心你啊？你胡说什么？林一，半年没见，怎么都不知道给你赵姐倒酒了呢？也是，小门小户家庭的孩子，就是不懂规矩。哥哥说的对，我确实该好好招待赵总了。我们带了人参酒来，邀请父母一起品尝。爸，看您最近身子不太信了，正好给你补补。林明阳，注意你的分寸。林小姐真是越来越能干了。赵姐，怎么了？林一，是你在这里下的毒。林明阳，我发现从我回家开始，你就格外喜欢贼喊捉贼的戏码。这酒是你倒的，除了你，没人碰过这瓶酒。可是，这酒是你带来的呀。这酒带过来之前是完好无损的，所有人都看见了，除了林一，还能有谁？我为什么要下毒？你就是恨我，这半年在赵姐的帮助下和你竞争了。竞争？这半年来，你经营的项目亏损4000万，我创造的利润是你的3倍。林明阳，你有哪一次赢过我？你少在这转移话题。赵姐已经中毒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凶手。帮我叫医生。不用了，救护车还有3分钟就到。如果真的中毒，现在或许洗胃还来得及。哥哥，你不着急叫医生，反而当起侦探了，你是真的关心赵总身体吗？你已经给赵姐下毒了，她还能怎么救？你想叫医生，不过就是想拖延时间、逃跑的手段罢了。
你以为这里都是林家人，他们就能包庇你？我告诉你，没用的。保镖，你拿不出证据，还想对我动手？林一，我最看不惯你的就是自以为光明磊落的样子。现在，报警才是对你最棒的。小易，不怕，我林家的女儿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清白。我现在就让公司的法务部见。不用了，爸爸。林一，怎么连垂死挣扎一下都不肯？我有什么好挣扎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中。小易，你是说我没有中毒？我没有中毒，为什么会流血？赵总，半年前林家与您合作时，我就发现你有进补的习惯。刚才为您斟人参酒前，您是不是吃了冰的东西？所谓的流血，正好是寒热相冲导致的气血上涌。不可能！不可能！我倒是很好奇，你怎么一下子就确认赵总是中毒了，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认我？赵总，我只是关心则乱。身体状况确实不像中毒，好像是一时相克，所以流血。其实今天确实有人下毒，不过不是下在酒里，而是在递给我杯子的时候，毒沾在了杯子上。林明阳，这杯子是你递给我，对吗？这些杯子长得都一模一样，你分明就是下毒未遂，想栽赃陷害我。可这上面确实有你清晰的指纹啊。它一直没被动过，我不过是倒酒时把你事先准备的毒酒杯调换了一下。你就是在污蔑我，我有什么理由陷害赵姐？是啊，在座的人里，你最恨我，也最想让我死。不过，你是一个利益在前的人，在座各位中，赵总要是被我害死，你不仅能够继承赵总给未婚夫留的大笔资产，还能借机除掉我这个林家继承人，一石二鸟，好算计。林一，你给我闭嘴！对了，忘了告诉你，林家晚宴一向不设监控，这也是你敢公然栽赃我的原因。不过前2天我收到你要来的消息，特意让人安排了几个微型摄像头，你猜猜这里面有没有录到你下毒的全过程？林一，为什么每次都在我快要得手的时候，总是跳出来毁了我的计划？你谢谢你报警，现在来抓你，正好。赵姐，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畜生！我真是瞎了眼了！这半年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把你捧在手心里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妈，您最疼我了，我求求你，救救我！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夫人！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犯了，你救救我，求求你！赵总，这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我知道他犯了错，可是能不能看在他还没有铸成大错的份上，我们林家
把他送回李家老家，让他永远不能再踏进城。您觉得这样可以吗？还好林小姐机灵，要不然我这条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你们林家闹出来的事情，也算是自己解决了，那我就不计较了。妈，姐姐，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多亏了你，从今天开始，以后赵林两家的合作业务，我只认你。林一，赵总言重了，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到现在，大概一切终于结束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姐姐，姐姐，你又参加大生意了，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哦，对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爸爸把我得奖的画挂在了他的书房，而且还给我转了5%的股份呢。恭喜啊，明珠，姐姐为你骄傲。以前爸妈只看重哥哥，因为姐姐的出现，他们也渐渐看到了我的才能。谢谢你啊，姐姐。那我们回家吧。师傅开车。典型的废弃厂房，这里至少到城郊了。定位前后发了3次，如果第1次就收到的话，应该有救援赶到了才对。姐姐，我们这是被绑架了吗？你也可以当是城郊一日游。早知道乖乖等司机来接了，不打车了。你忘了，18年前我被绑架，不就是林家司机做的吗？姐姐，你好淡定啊，看着我好想哭。别哭，姐姐，我害怕。别怕，姐姐，我腿已经酸了。别酸。现在他们还活着，哼，等一下可就不一定了。1000万1条命，打到我的账户上。胃口倒不小，不过只要是图财就好办，就怕钱已经打过去了，2000万，你快放了我女儿吧！完了，2000万只能救一个人，选一个吧。是这个养了15年的小公主，还是这个刚找回来的？选一个吧。对，钱已经到账了，我马上让人再给你转2000万。我说了，我不要钱，只要命。你只能选择一个。不，你们绑架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你们要多少我们都给，求你快放了我的女儿吧！林明阳，不对，现在应该叫你李明阳了吧？门外2个看门的保镖，应该就是你父母。18年没见，你们还挺合得来。别装，除了你，还有谁爱做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买卖？
你得意不了多久的，林家一定会选择林明珠的。你以为你自己很重要？果然是你！我不在乎林家选谁，可你在乎。可林家唯一会选的人，偏偏不是你。林一，你现在是我的囚犯，搞清楚你自己的处境，你还敢惹我？我敢啊！你看你，成绩比不上我，身手比不上我，怪不得每天只想用下作手段，从来没有光明正大赢过我一次。林一，你本来可以多活一会儿的，等林家做出选择，现在死定了！没事吧？姐姐小心！杀了你！杀了你！没事，有妈妈在啊，没事了，没事。你没受伤吧？一点小伤，为了把林明阳引到窗边，这是必要的。不愧是我林家的继承人，小叶，你让爸爸刮目相看呀！林明阳，谢谢你。你什么意思？谢谢你跟你偷换孩子的父母一样坏，而且从未变过。这样我也不会因为觉得你无辜而心慈手软，偷换我的人生。想必你们一家三口已经18年未见，以后就在牢里好好团圆。吓死我了，姐姐。不过我很高兴，刚才我能保护你。明珠，你当时为什么要扑过来替我挡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那一刀受不住，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姐姐你也救过我呀。虽然你刚回林家不久，但是我能感觉到我们已经是真正的家人了。家人不就应该这样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再遇到危险，你可以把我拉开，或者直接踹他。等放暑假，我会跟爸妈说，让你少看点狗血电视剧，给你报个体能班，再去点防身术。啊，还要上课？不过，明珠，谢谢你。姐姐，如果我们像电视剧一样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了怎么办？你早恋了？没有，我只是假设。如果我们真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了怎么办？你还记得那条80万的裙子吗？记住一个原则，任何破坏我们姐妹感情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